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今天老杨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英格兰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冯区国家公园。冯区国家公园位于英格兰的中北部，它是英国最早的一家国家公园。从这里你可以看它的风景地貌非常漂亮，它并不是一马平川。这边有个湖，湖边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大家看绿树成荫，湖水呢非常湛蓝的。这个边上呢还有一些像沙滩一样的地方，上面有很多小鸟，边上呢也有人在这地方散步，非常漂亮。如果再朝边上看到，这边还有一家人的这个房子，边上有停车场。就是总的来讲，这个地方呢看着非常天然的，没有受到很多雕琢的。好了，今天呢我来到了英国冯区公园的一个花园，叫 Lynn Park 公园。这周围的环境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后边啊。大家向这边看，这边有一个湖，前面的有红色的房顶，映衬着蓝天白云。这个湖面非常像镜面一样。这边的公园你可以看到有非常漂亮的步道，湖的周围呢风景非常漂亮，绿树成荫。再加上湖里边有鸭子，咱们看看这只鸭子在干什么，非常有意思。小孩子们看了肯定喜欢。它走路的样子一扭一扭的，看它的同伴在那里游水，一片祥和的气氛。今天的天气非常漂亮，阳光明媚。你看这个小鸭子有一扭一扭的走回去了。好了，这边是这个公园的休息区，这边可以买东西，也可以买吃的，边上设施非常齐全。从这边看是树的倒影。这地方有一排树也非常漂亮啊，咱们走过来看一看啊。今天天气特别好，前面一看蓝天白云，绿色草地。它这个英国的园林呢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其实这个公园呢原来实际上属于他们国家的这个富豪他们家里的，后来呢都归国家所有，因为他们的子孙们自己打理不了。非常漂亮这个地方，特别是颜色，走在这里你能感觉到一种祥和。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后边，下面的停车场，这排树也是非常有特色。这边还有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吃一些零食，喝点水，休息一下。设施非常齐全。这是它这里边一个 house， 也就是说原来这家人在这里边住。你可以买票进这里边看他的房子，也可以呢只看后边的花园。我们今天呢就看花园了。这是从这个房子向门口看，入口的地方非常漂亮，前面有一个大的草坪。刚刚一进入这个
它的花园，眼前一亮。前面是一个小湖，它又叫反光湖 （Reflection Lake）。待会咱看看里边呢倒影怎么样。这边呢风景还是非常漂亮，过去有钱人家真的不错。咱先从右边走，走到这个它的整个这个 house 的右边，也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住宅的右边吧。从这边大家可以看下边的停车场。刚才呢，我们就是把车停在这个地方，它的上下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大家可以看，在下边这个地方有个小池塘，里边有莲花，这个布局是非常好的。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它用这种树把它剪成不同的花样，在这个不同的花样里边种了很多不同的花，所以说不一样的季节你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大家可以看右边呢，这边还是有很高的，下边坐的人，上面呢也有一个草坪，然后右边呢是他的家。过去有钱人也是非常享受的，他们呢会请专门的设计人员帮他们设计园林设计。英国的园林呢，它非常简洁，非常空阔，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这里边养了很多这个鸭子，到处充满着祥和的气氛。好了，咱们顺着右边的路向前走，这个步道看修的也是比较好，特别大家可以看这个左边的草坪的边沿啊，剪得非常整齐。所以说实际上要想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庄园啊，也是需要专业人员去打点，非常不容易。大家看看这个建筑啊，还是很宏伟的。如果一家人住在这地方，确确实实是奢侈的。这地方是它的湖，湖里边已经可以看出倒影了。待会咱们走近了再接着看。咱们先到下边去看看这边的这个小池塘。另外，从这个地方大家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家。这地方还是有一定的高度。大家今天可以看这个蓝天白云，真的非常漂亮。下边的阳光灿烂，所以说这更显得呢，所有的景色就披上了一缕春天的美丽。大家经常听说春光明媚，春天的这个阳光呢，它和冬天的夏天是不一样的，它透着那么美。现在我们已经接近下边的这个花园了，这个花园是行人不可以进去的，就是只可以远远的看的，只有园丁才能进去。前面咱们走过小木桥，这是到湖的对面，有一棵小径，白色的小径，绿色的草坪，蓝色的天，白色的云。走到这里，你会感觉到豁然开朗的感觉。小湖里边倒影着漂亮的房子，非常宏伟，蓝天白云。湖里边呢还有一个小岛，岛上种满了杜鹃花，是紫色的，现在正在绽放，非常漂亮。哇！顺着湖边的小径向前行走，如果你向左侧看，左侧仍然能够看到这个庄园的雄伟。路边有很多花，虽然已经开败了，你能够看得出，如果上周来的时候，这些花还是非常漂亮的。现在到了这说庄园主建筑的侧面，从不同的角度你有不同的感受，看起来非常雄伟，非常壮观。今天咱们就不进去参观了，就在外面看看它周围的环境，享受一种春天的
这种美丽，享受一种我们难得的这种和平和安静的这种气氛。这地方有一个指示牌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朝左边呢是 Rose Garden， 朝右边呢叫 Kill Time， 也就是你如果真是有时间了没事干了，可以向右边去转一转。咱们去右边看一看，这地方可能就是让你在这地方散步走路，所以说它叫 Killing Time， 就是消磨时间了，翻译成中文就是消磨时光。如果咱们提到消磨时光呢，就是不能忘记听那种潺潺流水，大家听。难得这边有一棵这么漂亮的树。现在不是秋天，但是呢，它的红叶胜似秋天的双叶红色二月花，特别是配着这个碧蓝的蓝天，真的很漂亮。看看前面这对老夫妻手挽着手，在周末一起到公园来散步，多么温馨的时刻。看这棵树的叶子非常鲜亮，非常好看。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为什么我说阳光明媚，确确实实你能感觉到这种阳光透过树枝挥洒在绿色的草坪上。这个草坪也非常好，非常漂亮。特别是这地方你能看到人三三两两的悠闲的散步，真的有一种非常祥和的感觉。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住宅的左侧，这地方呢也有个花园，非常漂亮。这地方呢稍微有点背光，但是你仍然能够看出前面这个花园里边种的郁金香，红色的郁金香，还有其他白色的、黄色的花来搭配。咱们拾级而下，走近再来观赏这些美丽的花朵和非常雄伟的建筑。走近了以后，你能看到它的花的布局还是非常好的，用蓝色的小花周围形成一个裙带，中间用黄色、白色、红色的花卉来点缀，形成远看有一种布局非常好的感觉。这给这栋建筑又增添了几分色彩。这是它侧面的另外一个花园，实际上都是郁金香。单看到郁金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不像荷兰的郁金香那么绚丽多彩，但是它配上蓝色的小花，还是别有一番风韵。咱们朝前面来看看，前面有个小的喷水池，这边有个小的雕像啊，非常好玩，是一个小男孩。但是大家可以看欧洲的这种文化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如果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你能够看到赤身裸体的雕像，当然它是一种艺术，大家不能想得太黄了。但是英国的这个雕像呢，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比较含蓄。这个小孩呢，他抱了一只鱼，但是呢浑身上下都是赤裸的，但是在它的关键部位还是给了一点装饰。所以说这可以看出这个英国的文化相对于其他欧洲的文化来讲还是有它的底蕴。好了，现在呢我到这个小花园的边上呢，想给大家一个全景。这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呢，主建筑的背后呢，侧面有这样一个非常精致的花园。其实花园不在于大小，关键是它要精致。这样呢，你从这里边散步，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非常典雅的感觉，非常舒服，非常轻松。上面呢有个台子，这地方有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如果说天气不好，你可以坐在这里边观赏前面的风景，还是不错的。那咱们到欧洲旅游的时候呢，不光要看这个花卉美景，同时呢看它的很多雕塑。实际上在欧洲的文化里，这个雕塑是曾经非常辉煌，非常昌盛。这个大家可以看，它实际上就在花园的普通一个建筑啊，但是它雕刻也非常精致。这4个角有4个羊头，非常自然的向下垂着，
这个雕塑上面呢有树的叶子，上面有个相当于皇冠的性质，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这个郁金香它叫 Fantasy Lady， 就是漂亮的女人。这个郁金香叫绿色波浪，你不要想到它没有开啊，其实它已经开了，它就是绿色的，所以说它的名字就叫绿色波浪。这个郁金香呢，它的名字起得很长有节，它叫 Night Club， 也就是夜总会。这个郁金香叫 Raspberry Rib， 这种看着像不像梅啊？是一种 Raspberry Rib。这种花呢叫 Easter，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实用的花园，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花卉。这个花也不错的，爬墙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从这边来看呢，这个造型又不一样了。现在天上白云越来越多，蓝天还仍然是那么蓝，到处静悄悄的。从湖的这边去看这个湖呢，有点背光，但是你仍然能够看到前面广场上的鸭子在那里吃东西，有人在漂亮的小路上行走。这是到了前门的右侧，从这个侧面大家再观看这个正门，像一个什么？像个钟。